打我都無所謂，他就是我老婆，就是每次動不動就打我媽，這個是真的要不得。我他媽60幾歲了，你做個媳婦啊，再怎麼不對，你說就說一下人，你都是打，每次都是打。這個男人叫王貴，他說就在3天前，媽媽被妻子毆打得全身是傷，連他也被打得鼻青臉腫。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？妻子為何會毆打婆婆呢？麻煩新來的朋友點點關注，我們開始今天的視頻。王貴說，妻子對媽媽動手已經不是1次2次了，之前每次動手妻子都會道歉，保證下次不會動手，然而總有下次，這次就更過分了。妻子打完人之後直接搬出去外面住，連道歉都沒有了。那麼真相究竟是什麼呢？王貴決定去找妻子問個究竟。王貴妻子名叫柳依依，今年36歲，還依舊畫着精致的妝容。她跟王貴站一起倒顯得王貴高攀了。那麼對於毆打婆婆的事，柳依依又該如何解釋呢？柳依依表示，她根本沒有毆打婆婆，那天是她跟丈夫因為一些小事起了衝突，婆婆怕兒子吃虧自己參與進來，混亂之下婆婆的傷從哪來的？柳依依表示根本不知情，反而是丈夫經常家暴她。面對妻子的指責，王貴也不甘示弱，立即反駁說，每次衝突都是妻子先動手，要說家暴那也是妻子的嫌疑最大。可既然維持了15年的婚姻，為什麼還會矛盾不斷呢？王貴表示，他和柳依依是通過別人介紹認識的。當初柳依依年輕漂亮，個子高，條件比自己好一點。跟柳依依結婚之初，他成了朋友羨慕的對象。可後來高攀一詞是他聽得最多的話，對此他內心有些自卑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事情他都會讓着柳依依，兩人的感情還算恩愛。後來因為某些原因，他們分居了4年，夫妻之間的感情便是從這時開始產生裂痕。兩人經常因為一些小事發生爭吵，每次爭吵都是拳腳相向，而大部分矛盾的原因都是因為婆婆。讓王貴無法釋懷的是，老母親做着环卫工人給家裡補貼家用，可妻子卻對母親百般挑剔。而在柳依依眼裡，每次都是婆婆先挑起矛盾。原來這些年裡，柳依依跟婆婆關係一直不和，可作為家中調節劑的丈夫總是偏向自己的媽媽，讓柳依依覺得她在這個家中沒有任何地位，家裡大小事情只會通知，根本不會跟她商量，也從不考慮她的感受。那麼柳依依和婆婆的矛盾又從何而來呢？此時柳依依的媽媽無奈說出其中的原因。原來王家婆婆重男輕女思想太嚴重，王貴和柳依依一共生有3個女兒，其中1對是雙胞胎。雙胞胎出生之時並沒有給全家人帶來喜悅，反而因為不是生男孩，婆婆一直不待見兒媳。我生大女兒的时候，你猜第一个大孙女，你猜她进门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？哎呦，生的是女孩，還可以生個男孩。然後就過了8、9年，我那時候我就患了那個不孕，搞個中水就懷了一對雙胞胎。生小孩，我雙胞胎本來就那個子宮就打那個收腹針，我又沒帶那個震動棒的，就哭嘛。你知道我家婆怎麼說嗎？哭什麼哭？人都是生孩子，就瞅在那肚子這麼說，恭喜你啊，2個孫女。然後我妹妹就抱一口，然後他媽就這樣，他就反問那個人說，怎麼是女兒不是兒子嗎？我說怎麼女兒不是人吶？他就要把小孩子丟到地上。在柳依依心中，婆婆觀念陳舊，當初她費盡心血懷上雙胞胎，也沒能得到婆婆的關愛，反而還怪她生不出男孩。平日裡總是對她冷言冷語，性格要強的柳依依不願隱忍，經常與婆婆發生口角衝突，而本應該護着她的丈夫卻總站在母親的立場來指責她，這讓她徹底寒了心。日積月累之下，不僅婆媳間矛盾如同水火，夫妻之間的矛盾也變得一發不可收拾，如今已經到了瀕臨破裂的地步。那麼這段婚姻還有挽回的餘地嗎？實際上，柳依依從未嫌棄丈夫條件比她差，反而是當初聽了親戚的話，找一個條件比自己差的人，最起碼能對自己好。但是如今看來卻恰恰相反。我姐當初想在派出所前天在派出所的時候，她跟派出所所長說的，她說我還是想把這個婚姻過下去，並且有3個孩子的，只要唯一的條件只要我老公不打我了。柳依依的妹妹說，實際上大姐還是想跟王貴過日子的，只是婆婆喜歡從中作梗。婆婆對姐姐一直有意見，甚至希望他們倆離婚，好讓自己兒子再娶，生另一個兒子。但是柳依依因為3個孩子的緣故一直沒同意離婚，這才讓王家人越來越變本加厲。那麼這段婚姻又該何去何從呢？如果離婚，3個女兒又該怎麼辦？隨後雙方議定最後一次好好溝通，雙方冷靜面對面交談，這是15年來從未有過的事情。柳依依把這些年所受的委屈全部吐露了出來。她說自從嫁到這個家來，她好像從來沒有真正融入過這個家，丈夫和婆婆從未考慮過她的感受。王貴則表示，他承認妻子很好，但妻子想要的他給不了，兩人的溝通總是說不到一塊，就像鞋子再漂亮，不合腳也穿不了。既然雙方都不想繼續，那只能離婚。那麼他們能否協商和平離婚呢？
家中的樓房是7層，當初是2層，兩人結婚後拆了重建才變成如今的7層，但是因為資金問題，修建時便賣掉了中間3層，現在只剩1樓的2個車庫和上面3層。柳依依提出她要1層房子和1個車庫，大女兒由她撫養，2個雙胞胎跟着丈夫，然而丈夫卻不同意。王貴提出他們的婚前財產只有2層樓，就算分也只能分2層樓，跟車庫沒有半毛錢關係。考慮到孩子，柳依依又提出另一個方案，3個女兒1人1層樓，王貴得2個車庫，她則什麼都不要，大女兒還是由她撫養，2個雙胞胎還歸丈夫，但有一個唯一的條件，就是王貴不能在女兒的房子裡面再婚。聽到此話，王貴立馬反駁不同意。柳依依有些生氣，轉身就往外走。他表示如果這都還不行，那就沒什麼好談的了，只能走法律途徑。看到柳依依轉身離開，王貴不想錯過這次談判的機會，立馬跟着出去把妻子攔了下來。等到柳依依情緒穩定，他再次提出第3個方案，大女兒分1層樓，王貴分1層樓加2個車庫，他跟2女兒分得1層樓，大女兒跟3女兒還是由王貴撫養。這次雙方終於達成一致，他們預定第2天就去司法所簽協議。然而到了司法所又迎來了一個大反轉，雙方在樓層分配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，最終沒能簽訂協議。兩人表示等冷靜後再做協商，如果協商無果，那就只能走法律途徑。3個可愛的女兒，其中還有1對雙胞胎，原本是個幸福的家庭，因為婆婆的重男輕女和丈夫的偏心，讓本該幸福的家庭支離破碎。這個故事提醒我們，作為家庭成員，我們應該加強溝通，尊重彼此的感受和權利，才能維護家庭和諧，而不是把自己觀念與慾望強加在別人身上。那麼你對這段家庭矛盾又是怎麼看呢？歡迎視頻下方留言討論，我們下期再見。